好，各位好，我們來解今天 LeetCode 的問題。今天 LeetCode 的問題是第1015題，所謂的 smallest integer divisible by k。這邊的題目是給定你一個正整數 k， 那你需要去找最小的正整數 n。使得這個 n 呢是可以被 k 整除，而且這個 n 呢，它只有數字1所以它基本上呢就是1啦、11啦、111就是全部都是1的這樣的一個數字。假設這是我們的 n 我們這邊用 x 來表示那所以它要返回的是長度最小的這樣的一個數字。如果沒有這樣的 n 那當然就 return 負1啦，像是2啦、5啦，這個就不可能只要是2的倍數5的倍數就不可能，這個時候一定是負1。它這邊有提示n 它不一定是可以用64位元的有號正整數去表示，也就是說你找到這樣 n 它可能數字是很大的所以它要的是長度不是那個數字。那我們看這裡的例題那第一題的例題1 k 是等於1當然就是答案就是1嘛，所以1是被1整除嘛，這個沒有問題嘛。好，那第二題 k 是等於2我們前也說過2是不可能的，因為你光是看這個全部由1所組成的數字嘛，它最後是1嘛，個位數是1，它就不可能是偶數嘛，所以這個只要是 k 如果是2的倍數的話，基本上当然就是不可能的。只要它 GCD 是大於1的情況，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這邊清楚。好，我們看一下我們是怎麼考慮這樣的一個問題的。基本上這個問題我們是之前都沒有見過就是應該來講，我們就是要找出它的一個 pattern 找出它 pattern。其實它 pattern 并不會很困難。我们这裡我們當然先用所謂的消去法。所謂消去法就是先把不可能的先把它排除掉，只要它是2的倍數或5的倍數我們知道5的倍數它的個位數一定是5所以2跟5都不可能，所以我們先把它排除掉。所以在這樣的情況，當然就是一定是 return 是負1。好，那其他的就有可能其他的就有可能。那我們看一下其他的情況。假設我們當然是先用一個小，雖然說它題目是說你這樣的 n 呢，它不一定是能夠符合64位元的有號整數但是我們當然可以根據它的 constraints 去建構一個比較小的矩陣比方說我們當然是第0個是1，然後再11再111，類似這樣的情形那這個當然我們就說這樣的一個 array 叫做 x。那我們這邊呢，假設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xi， 使得 xi 呢，它當然要比 k 來的大比 k 來的小，那当然意義就不大了所以我們找到一個最小大於等於 k 的如果它的余數呢，假設是 r， 所以下一個 x 呢，它跟我們這個 x 的關聯性當然就是 xi 加1等於10倍的 xi 加上1，所以它的余數的關聯性当然也就是這邊
這邊呢，這個 xi 的地方就直接帶 r 啊，那你這邊你在實際上去做磨掉 k 的實際的計算。那重點是像這樣的一個 mapping 它是一個所謂的 affine mapping。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這個 r 跟這個 k 跟這裡的10，主要是這邊的 r 跟10是互质的是互质的，1也是互质的。所以呢，基本上呢，它這個 mapping 呢，它只要有限的次数呢，它一定會得到等於0。好，然後這邊當然你可以去證明證明部分我们就把它略掉了。好，所以我们看我们大概是怎麼做的。我們的做法當然就是你先宣告一個 array 啦，或者是 list 那在 C++ 的話，我們就直接把它宣告在所謂的全域的一個變數。那基本上它6個嘛，然後根據它的 constraints 只要呢它是有2的因數或有5的因數，基本啦，或者直接看它 GCD 也可以啦。然後再來就是用二元搜尋去搜尋這個陣列，在這個大 X 裡面最小的 X 當然這個 X 當然是要大於等於 K 然後假設它的那個數字的長度是 len 0，那我們去計算它的這個數字磨掉 K 的餘數如果說你這個 R 已經是0的話，我們當然就 bingo 了所以就你的 len 0就是你答案。然後接下來我們當然就是做這樣的一個 for 回圈所以你這個 len 0我們從 len 0加1開始。那這裡中間我們其實不需要做任何的邏輯設定那基本上它有限次數它就會結束那所以每次我們的餘數就利用這個公式去迭代10倍的 r 加1，然後除以 k 的餘數，然後只要它是0 r 是0，我們就把 len 0就 return 回去。那這個-1呢，這個是永遠是不會達到的所以這個原則上是我們的解題的一個方式接下來我們就看我們在 LeetCode 上的情況。然後我們這邊切到 LeetCode 的頁面所以這邊還有一個例題k 等於3答案當然是3基本上就是1 1 1。好，那它這裡 k 最大的值可以到10萬。好，那我們這邊這個 Python 的部分我們這邊還沒做完，我們這邊的步驟當然第一步先把不可能的先排除掉嘛，也就是說它跟10如果不互質的話，那基本上就是-1，也就代表它有2或5的因數k 有2或5的因數。那我們這邊設一個 list， 基本上就是它這邊都是由1所組成的這些數字由小而大。那我們這邊用二元搜尋去找出在這個 x list 裡面去找出我們那個 x， 也就我們那個 n 當然不是找出那個 n 找出那個 x 呢是大於等於 k 所以這個呢 bisect left， 然後找出來，然後看看它的一個餘數還有它的長度。那我們先 run 一次。所以是97，當然長度是3，111，余數是14，2這個也已經直接排除掉了。3的話，
這邊是63，這邊是997，它餘數是114，好，再來是12727，啊，這個應該是最後一個，所以它餘數是9295。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把它完成，好，這個部分。所以我們的 len 0我們就設為 L0 加1。好，所以如果我們的 R 一開始就是0，當然我們就 return 我們的 len 0。好，不然的話呢，我们就要将我们的 len 0将它加1，啊，透過while loop， 這邊當然是為 true， 所以我們這個在 while loop 裡面的 R， 我們就帶入那個變化迭代的變化，所以10倍的 R 加1再除以 K 的餘數，所以這個時候如果R 如果是等於0的話，我們當然就是把它傳回去，是 len 0。我們在這個回圈迭代完之前，當然要將它加1，就是好，基本上應該就這樣了。我們看看是不是正確。好，這6個 case 都正確了。好，我們再把它 submit 一次。我們看一下，所以大概4毫秒就完成啊。好，那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程式語言部分。我們另外還有實作的應該是 C++。好 ，C++ 的部分，好，我們看一下。那這個跟我們剛剛所說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好，這裡我們當然是先設 x 這個陣列，它總共有6個元素。那我們先把它這邊，如果它有它是2的倍數或者是5的倍數，我們當然就是直接先把它排除掉，然後我們再用2元搜尋，好，找出它那個數字的長度，我們這是 len 0，用這種方式，然後再看它的 index， 那個 x 要除以 k 的餘數，如果所以像這邊的話，我們這個版本其實是有加上一個容器，加上這個容器其實不必要，但是我們也可以讓它執行。好，這6個 case 都 OK，submit。好，這個當然是過。那加上容器的方式就是說，如果說我們這個 R 在之前出現，它當然就會繼續循環，所以它就會變成一個所謂的 infinite loop， 但原則上是不可能。所以這個部分呢，我們就直接把它排除，這裡中間拿掉，這裡也把它拿掉。好，那我們再執行一次。好，直接 submit。我們看一下成效。基本上0毫秒。好，那我們就談到這裡。